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真的应该没有人比我委屈了。我是先遇到一个 A 钱的经纪人，后来也是我助理给我抓出来，所以我就很信任这个助理。而且他那时候还说服我买了一台公司车，就那个公司车都是他在开，他带家人出游干嘛干嘛，所有的油钱什么全部都是我付。后来是会计师给我发现，那你接下来就开始很信任那个会计师了哈。然后后来我跟你讲，我不晓得 Michael 哥平常连通告都在上了，业配他竟然不想接，他这样很拽哎。而且我这辈子也没有想过，竟然 Michael 不参加，我就没有钱赚。凭什么？红的是我哎，关他什么事啊？后来我没饭吃，这还得了啊？啦啦队这么多，就你最蠢，然后一定是从真家里拿钱，要不就是从男生身上捞。你是去卖的哦，你脚开赚比较快。期待一下我们这一集下面的留言啊！香高菜不酱不辣不上桌。这一年是不是大家心里面觉得说努力有些时候是好像都没有回报的？不一定有回报，是不一定会有的。是的，但我个人比较悲观主义者。很多事情在人世间都是徒劳无功。哎呦，我是说很多事情，我不是说全部的事情，合理吧？合理。对啊，我们本来就不是为了有功才来做这些事的呀，不是吗？对呀，比如说你做工作啦，也有时候是为了一份责任。我们是谈爱情吗？对，也不一定要成功，我们只是想要爱嘛，对不对？养小孩也不是为了小孩要养老。就是也是小孩会养老，可能啊。现在小孩子也自己有自己的生活了，不肯老我就谢谢他。哎呦呀！我觉得人难免啦，辛苦以外还会有点委屈。哎，对，那委屈就要说出来，就要表达出来，要得到释放。有什么用？我们今天就要来疗愈大家的委屈。真的吗？我们有这么好心吗？我们这么好心，不可能吧？越委屈的，我们待会疗愈起来越开心越舒服吗？是真的吗？该不会垫底又拿出来了？不会啦，我们今天是准备了，我们今天准备各种爆笑疗愈时刻，意思是说是让你们爆笑，不是让观众爆笑哦。爆笑，让你们很开心，开心的爆笑。是的，开心。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啊，看看他们有多委屈呢？来，杨浩如、熊熊，还有嘉怡。麦基以及柠檬，好哇，有5位同学。是的，想要请问一下，柠檬为什么不是秀秀子来呢？因为我比较有空，也比较便宜。真委屈，委屈。我们平常英讲，如果我要真的选的话，我真的选的话，谁在现场就选谁。秀秀子吗？柠檬是，我会选秀秀子。不是，你不要，你就是那个让人家有委屈的人，好委屈，没有，我们都是乱开玩笑，好吗 ？OK，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最主要让大家抒压，把自己心里面的苦闷的事情讲出来之后，我们会让你到抒压区。是的，制作单位特别为你准备了这一区，到了之后呢，哇！各式各样的体验都有，我们为你们量身打造、量身定做，是好的哦，都是好的啦，没有垫底，不信任。我们这一次是真的要让你开心，让你好看的。那首发是谁呢？首发是谁？浩如，他的怨念最深啊，我委屈多了。对啊，给大家看一下，来，厂商认知不一，合作变成告上法院。哇，这很重要，真的是要合约。委屈。我跟你讲，在我前几年人还蛮坏的时候，过得可开心了。天哪！这几年人稍微变好一点，是哦，都被欺负哎。哇，你变好的那个差异真的很微小吧？真的非常微小。最近我人真的有变比较祥和一点啊。真的哦。我们在那时候厂商就谈说有一个什么保健食品，吃了好睡觉，然后就问我能不能接这个业配。那我就说那当然 OK 啊，那我们要试试看这产品好不好用。然后它的产品
评给我们之后呢，他说因为这种东西很抽象，你说你睡得好，没有人知道嘛，你自己讲，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验证。那厂商就讲，我也觉得很好，所以他要连接 APP， 然后 APP 可以看到你的睡眠，然后你躺上睡觉的时候带那个插这个氧气管手上要插一个血氧，然后连 APP 天哪，好专业要测，然后他要你在吃之前先测，吃完之后测完之后那个数据会在 APP 里面，然后呢你还要再跑一趟他们的门市，他们有专门的那个物理那种检测师会帮你分析你睡眠的状况，专业有一个数据。那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啊，他就说要找我合作，我就说好啊，没有问题。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仪器要检测睡觉仪器送来我家，然后他就拿了2套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不是要找我业配吗？就一套就好了，为什么要需要2套？他就说啊。如果那个方便的话，我们希望也可以做夫妻，因为夫妻是睡在一起的嘛，对不对？那方便的话，对，他说那你可以问问看 Michael 哥，因为他说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受众可以扩大一点，听起来不错，夫妻更有说服力。对，没想到同床异梦。这是没有 Michael 的问题，你们是分房睡，你们根本没睡在一起，是没有睡在一起，没有错。但是没有睡在一起还是可以检测啊，对不对？夫妻还是可以检测啊。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有点为难。以前的我就会说没有办法，因为我是艺人，你要他的话加钱呐，钱拿来啊。我跟你讲，但是最近这个嘴脸，但最近呢，嘴脸又来，嘴脸，我以前就这样。但最近我知道大家都不好过，这景气不好，厂商也很难做，就有点婉转的告诉他说啊，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家我是艺人嘛，我靠业配，我靠活动赚钱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 Michael 他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他平常有他正职，他科技业的工作要做，8点就上班，晚上他几点要睡觉，我也没有办法控制他。那他愿不愿意做这个检测，晚上带这个氧气跟测这个血？我说我不觉得我老公有这个时间，可是我帮你问问看。然后厂商也说没关系，我们就先放2个机器在这边，如果他愿意做，那对我们就太好了。然后我就说哦好，所以我就。也是鼓起勇气，因为你也知道 Michael 那个人也是不好讲话，难相处我也是鼓起勇气，为什么相较起来，半天你是比较难相处那种。我们很想讲出来，但你不要对不起，我忍不住啊，好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是刀子口豆腐心，真的难相处的是他啊。我还要提起勇气去跟我老公提这个 proposal， 说帮厂商一个忙，对 proposal， 对，跟他说你帮厂商一个忙，如果他很喜欢我们夫妻的话，你能不能挑出一点这个时间，看你哪一天晚上，隔天这个上班比较不赶或者比较轻松的，晚上帮我做这个检测，因为你做这个检测身上绑一些线，其实是有点不太好睡。那 Michael 答应了吗？然后 Michael 就说，好啦，你把那个机器放我旁边，我有空就会去做。OK。那我当然就是我自己先做，因为这业配主要是我嘛，我就先做。我就想说，我都弄好了，都过了1个礼拜了，我看 Michael 的机器还是放在那边，他没有做，那就很明显他没有想要配合我的业配，所以我就跟那个业配厂商讲说，不好意思，我这边我都做完了，我检测仪那个上面的数据，你们应该过2-3天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我拍照也都拍完，然后拍照也都发给他们。我说，但是 Michael 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做。我说，既然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不要理他了。我们这个业配就这样走了，我的数据已经都在 APP 上了。那你们就过几天，我们就约门市，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个业配就走完了嘛。他就回说，啊，浩宇姐，不好意思，我们这个业配不合作了，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Michael 哥来。可是他不来就不合作，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子，一开始就不是，合约上也不是这样签，合约是只有你，合约只有我，合约上面乙方就是你们签了，我的工作室的艺人杨浩儒就是我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希望是夫妻。哇，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真的是以为我人很好，是不是啊？你们那个耳朵是怎么样包起来都听不懂哦，一定要我像我以前一样那么坏，跟你讲说不可能啦，加2万来啦，这种你才听得懂是不是啊？哎呦，这很奇怪。等一下，他们还没割啊。素人随便给他加个1-2万，他就很开心。但
是我现在都想说大家互相互相你都要这样子你要讲清楚啊！如果你当初跟我讲说没有夫妻这一档我们就做不了，那就大家一开始就讲清楚，我也不用跟你拍照拍了半天，测了两三天的晚上做这些事情啊，因为你这是浪费我的时间嘛。就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就对方觉得你跟 Michael 哥在节目上面那都是效果，没有想到你们的不合是真的。是的，对不对？他也觉得我勉强不了他。什么叫我们是尊重 ？OK， 你难怪娶不到老婆可是之间对不对？我们就是我也不能逼他，他也是一个他又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但是他签了合约了耶。对，但是你知道要把合约亮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到后面是有点难不开心的撕破脸。一开始我都没有这样讲，我就是群组里面说，当初就是讲好说 Michael 是不一定，我尽量帮你们。然后我说他就是真的没办法，你们现在这样取消，我说我没办法接受然后他回我一句什么，他就说我不晓得 Michael 哥平常在连通告都在上了，业配他竟然不想接，他这样很拽Michael 哥这样不行，他真的是把我一跟火这样压起来真的会生气。自己的老公只可以自己骂。对啊，没错，对啊，而且我这辈子也没有想过，竟然 Michael 不参加，我就没有钱赚。为什么？想不到有这么一天。最气的是这个。你是哪一位啊？我们的经济不是建筑在他们身上的，好不好？就是啊，红的是我关他什么事啊？我没饭吃，这个还得了啊？本末倒置了啦。对啊，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受不了，我觉得就讲不通，他们就是说，那我们这就取消。可是我觉得这个白做工跟合约上的事情，我就是最后要拿合约出来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合约上艺人就只有我一个，是签约的艺人就只有我一个。我说你们这样子取消无缘无故取消，那我工也做了，照片也都给你们了。我说那这样没有办法，如果要照合约走的话，那就是要法院见这样。我说那你们公司去讨论一下。我说如果你们决定法院见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律师对律师，就是这样子。然后大概过1-2天以后，他们就回我说，那不然这样子，你前面因为已经有拍照有什么什么的，我们就付你一半的价钱，就协调这样，协调一半。那后面我们不走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前面就是一半这样子。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那就好啊，那就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是，所以你还是好人啦。所以就是委屈啊！哎呦，你们是要逼我又再变成坏人是不是？哎呦，原来一变好，修行又送回去了。就是这个坏人有时候我们可以替坏人想一想，是被逼的，真的。你有时候太委婉，他们听不懂奇怪。对啊，是真的。好 ，OK， 好，那我们来疗愈一下，疗愈一下他，好不好？是，快点把我那个坏念头压下来。哎呦，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小馒头来啦，欢迎。好，也要欢迎这个浩如姐来到我们的舒压区。看舒压吗？可以。拿电击棒。不会，还是拿铁板敲你的头。你觉得他是做美甲？美甲，不是。脚底按摩也可以。脚底按摩。也有。你是你是饶舌歌手。好，它是可以让你如释重负，这头颅的颅，如释重负的。如释重负。按摩师。可以，好棒，全身都可以。哇，那我们先，那你可以指定，那就从头到脚。好，从头到脚。那你问个屁呀！你就都按嘛，你有哪个地方不放过？时间够吗？那是从头开始一直转下去。你要享受多久呢？就是可以，就是下一位来宾只要讲多久故事，你就享受多久。对，下一位来宾讲故事期间都是你享受的时间。这样，下一个是谁？柠檬讲50分钟。好可怕的前辈，好，那就再慢慢让你享受一下。谢谢。我们要去听下一个故事了。好，慢慢。那个银欧的声音不要出太多。不会。谢谢。有请。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下一位了。柠檬，请告诉我们你有什么委屈的地方呢？这个真的超级委屈的，就是
自我期许变成酸民的利刃。啊，对，怎么会这样？这个故事呢，其实就跟派翠克有关系了。怎么又？就是他真的很过分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去香港，然后有一个工作，那个主题是你觉得30岁会有多少存款？对，那他就是问了我跟秀秀子，他就一开始先问我，他说你觉得30岁要有多少存款？我就说，30岁应该300吧，我就算，我开始从高中开始打工的时候到现在，然后我就自己这样算，我觉得可能300，然后他们就说，那秀子就说可能他觉得100之类的，然后后来呢，这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派翠克就把它剪成了一个 Reels， 他想要宣传嘛，他就把我剪成那个影片之后就出去了，然后呢，过了2天之后，这个影片哦演算法打到了2天就100多万观看，看，很厉害大家都想看秀秀子，干嘛？干嘛？我喜欢看的，别人也会喜欢看啊。然后呢，就100万，你会觉得很开心嘛？就很多人看到，结果我就看留言，全部都在骂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跟你讲，骂得很难听。他们说30岁300万，怎么可能啊？你是去卖的哦。然后就说谁会30岁就可以赚到300万？然后就说这个女生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在出社会打工，然后一定是从真家里拿钱，要不就是从男生身上捞。然后就还有说什么啦啦队这么多，就你最蠢。你脑袋最差，对，这么直，对，然后因为上都是这样。有人问你说怎么存到300万？他们没有这样问，但是他们就会说怎么可能？你脚开赚比较快。对，然后还有说什么？你爸妈知道你这样讲话吗？就开始讲爸妈了。来期待一下我们这一集下面的留言啊！不是，因为呢，我要说的原因是，等一下，现在紧张了，现在紧张了，现在会怕哦。还是你跟大家讲一下你怎么存的？对，告诉大家，因为你在那个 Reels 里面没有讲，你把它解释清楚，大家就会站在你这一边了。因为我在下面呢，其实我有留言，我就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从高中就开始自己打工，我可能每天打3份工，我早上就去早餐店，暑假的时候我就去火锅店、便当店，一直打工，然后一直到大学，我都是自己缴学费，然后自己缴车贷，全部都是自己缴。对，然后自己买车，我自己买车。天哪！对，所以我没有跟家里要过1毛钱。好感人哦。对，但是我家里不是穷的，可是我就是觉得说我想要自己赚钱，靠自己。对，然后我就觉得那很有成就感，所以我是一直存钱，然后我不会买名牌，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存下来的。对，然后我就在下面这样子留言，然后派出一个还帮我置顶，然后结果呢？我就说，而且我就说，那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对，然后他们就在下面留言说，你要大家理解你啊？请问你有理解大家吗？然后不是，然后我就想说，我的自我期许为什么要大家来理解？对，因为我不是要求大家，然后他们就是好像直接的认定说，我是想要我的另外一半有30岁300万，有300万。对，可是其实我在影片有说，可能是这样认定，对他们觉得我要求别人，可是其实我的完整版影片有说。如果我的另外一半只有100万，我也可以接受；就算他只有60万，但是他很努力的工作，我都可以接受。对，但他们就纯看那个 Reels 的影片，就这样认定我，然后就一直把我骂得非常难听。对，然后我解释了，还是继续骂我，然后还有人特地到我的板上哦，就留言说我来看看30岁怎么存300万的，笑死人。这真的委屈啊！其实酸民是在反映他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是你就变成出气筒。那其实。这整件事情罪魁祸首就是派翠克。他为什么要把这段剪出来呢？他是剪接的人，他自己应该要想说，观众他经验比较多嘛，会不会害到他？对，说不定就害到，对，结果真的害到你了。对，但是其实我当初看他剪的这个时候，我其实并没有觉得有问题，对，我不觉得有问题，对我没有觉得有问题。真心话。但我可以帮柠檬讲一下话，因为我跟柠檬跟秀秀子。其实认识一段时间的，这两个女生都是非常努力工作，是的，然后都不是说什么啊想要什么买名牌啊，然后过什么奢华或者靠男生，其实他们都不是这样子的。加油，加油！好，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疗愈一下柠檬了。是的，我们要请柠檬就疗愈区，哎呀，回来了，讲几分
钟啊，好短。不好意思啦，谢谢老师，谢谢。好，谢谢小谢谢，馒头。在那边谢谢小馒头。但接下来，因为这是柠檬的疗愈方式就是不一样，是的，都是量身定做，每一个都不一样。柠檬，请看，这看起来就很疗愈哎，这也太豪华了吧！这是什么豪华？超级豪华甜点下午茶，这是要把柠檬喂胖多少啊？真的是太残忍了。我们来帮忙一下哈。柠檬，你喜欢吃这个甜点类的嘛？对不对？对，我喜欢吃。所以制作单位有研究过你喜欢因为女生吃甜点就是心情就是会变好，真的。哇哦，好喜欢哦！那你就可以等一下，就是下面一位讲故事的这个时间点，你就可以尽情的享用。对，尽情享用。我是可以全部都吃的，可以就尽情享用哦。时间就以麦基说完故事为止。慢一点，谢谢。来，下一位麦基。我的故事是朋友就是包订鸡加酒，然后呢，他就是全部都是骗局。哦，原来是这样，好，讲完了，谢谢。秀秀子吃，你讲完了，鸡加酒都骗了，我还没讲。秀秀子要吃，这个故事很精彩。秀秀子有可能会来的，秀秀子会来你慢慢来。秀秀子会来。我想到那个已经很清楚了，就讲完了。自己已经讲完这个故事了，才讲打而已，还要听细节啦。对啊，好了，开动，来啊！就是我不是本身有在卖日货，然后所以我每个月其实都要订那种鸡加酒，然后订到后来我觉得好像蛮麻烦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发个脸书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有这个业务可以帮忙处理的这样。结果我就有一个朋友，我真的是认识他很久，不是网络上面认识的哦。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在旅行社上班，然后他说他可以帮我，我就说好。他就跟我说，我们目前有一个活动是鸡加酒只要15000，然后问我这么便宜，而且是什么就是比较好的那种航空公司，对，然后就问我说我想不想要这样，然后我就说好，他就说我要几组，我就说那不然先来个4组好了，这样是就6万，对，他就说那既然你要的话，那要赶快哦，他说30分钟内要转账，太紧张了吧，因为他说这个活动要结束了，然后想说好 OK， 我想说大概差不多，我可以理解，可能就是他们有扣打，限量，啊，我想说好，就是卖他面子，这样子他之后就会对我很好，我就6万块就转给他了。结果呢，我正当要出国的时候，发现到我到机场check in 的时候，他跟我说没有我的名字，我就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打电话问这个旅行社的人嘛，他就跟我说，你是今天要出国吗？我说我昨天不是跟你说我今天要飞来跟你确认吗？他说我订到下个礼拜了。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再帮你补订这样，然后就叫我等他，然后导致说我本来是11点飞，然后到后来7、8点的飞机，那我到日本都已经晚上了，然后这样就算了，我到饭店的时候也是没有我的位置，然后我就打电话就跟他说怎么会搞这种篓子，怎么会这样，我就很生气嘛，他就说你不要生气，你要不要参加我们一个活动？你知道我这个人又很嚣张，我就说是什么活动？机场活动，他就说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我说那是什么抽奖？他说就是会有机票。我说那机票去哪里？他说看你想去哪里啊。我说对，我说巴黎也可以吗？他说可以啊。我就说好，那我参加。我就跟他说那 OK 这样。我说可能那个中奖几率高嘛，我那时候就卸下心防了。他就说很高啊，因为就是这个活动是我们自己办的，可以内定。我说那几率多大？他说90%吧。我就说90%，我说那我要啊，那我就卸下心防了嘛。然后卸下心防了之后呢？想说这个机票应该礼拜1就可以领到了，对。然后礼拜1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机票要去哪里领？他说那个你没有抽中哦。我就说你不是说90%吗？是你没抽中。然后他给我生气，对，他也给我生气哦。他说先生。你难道不知道有个10%吗？我就说我就说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活动？我就说你们旅行社这是什么活动？我说怎么可能90%几率，然后我会10%没有抽到？可能那么衰。我说这到底是什么活动？这样子，我说我官网都找不到。他说因为那个找不到，说那是我自己办的。我说你自己办的，我整个觉得是我气疯了。然后我觉得说你到底这样有什么问题啊？我就真的很生气嘛。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这什么莫名其妙。可是就是我还是要照样走，我不要就是说不要撕破脸，然后他同时也这个安抚我，还是有帮我订到，就是好当天让我飞。撕破脸，对，还我还继续在上当哦。他也跟我说，你不是有在卖日货吗？你会不会想卖迪士尼的门票？我说迪士尼什么门票？他又用别的来看，他就说跨年门票，你知道跨年门票很难买嘛？对，然后我就帮忙买，他就说而且跨年门票它有内线可以买到，就是比原价便宜。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连了他27张有吧？哇！结果跨年当天，每个人都进不去，都说那个给那个 QR code 根本就都说已经扫过了。然后我就在打电话说你到底是怎样？对。然后就说你不要气，不要气。你有没有去过 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你有去过吗？哇！来，我这边有个活动。真的假的啊？我整个大爆炸了，然后就我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嘛。然后所以最后我真的实在是觉得这个人太不可信了，我就想说我真的最后一趟了，我就直接跟他采用面交的，就是纸本的比较快嘛。我还真的就跟他约在旅行社哦，他也真的从旅行社出来把那些纸本那些都给我哦。结果我到机场还是说没有我的。重点，这不是重点，你要不要骗几次啊？故事的重点就是那个人根本也没有在旅行社上班。那他是谁？所以他很厉害哎，他要抓那个timing，然后从旅行社出来拿纸本给我。那个纸本，那个地勤的人就说这个纸本就是排版也不是这个啊，就他自己用的，他自己用什么 Excel 那些自己做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从头到尾他到底赚什么？他忙这些到底要干嘛？他后来好像是因为跟我为了那6万块钱拿去还债，他急着想要还债，所以拿了6万这样。他先拿钱对去还债，然后每次分4次出去，然后一直丢出诱因给我这样子，就是各种诱因，然后我真的就是一直相信。哇，然后就这样被他糊弄了多久啊？哇，如果我是他，我第一笔就会骗你16万才对。对，6万太慢。对啊，6万太少。得到我的信任，然后一直骗我。这个好奇怪的人哦，好奇怪。但你真的有去4次机加酒吗？G+9是有，也是15000。4次机加酒一次15000，真的也是很便宜。那我就不知道怎么用的，他好像都是自己去网络上面刷，自己买，然后还是补来补去。没有，他是刷那种可能比较便宜的，或者是用什么里程票或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急着要先拿钱，所以他可能就越补越大动这样。而且他可能是骗了一堆人，只有你上钩，然后一堆活动哦，各种活动哦，然后最后都是他自己办的。因为我真的不止跟他买4趟，这很值得让我过去对面说一下吧。对。可是他这样子，他会这样子跟那个人纠缠半年，也是个大喜剧。我觉得我就是也白痴，我就太小他们了。也是有委屈啦，对啦，交错朋友。对，也是委屈啦。哎呦哇，你看柠檬在旁边吃的超开心的。对呀，柠檬吃的开心啊！你吃了什么？开心，可是太多了，吃不完，大家一起来吃，好不好？大家一起啊！你这句话等很久了。你看这个，你看，人真好。谁教你这样这么会分享？是秀秀子教你的吗？绝对不是。可以吃这个吗？干什么？没有啦，开玩笑的。这个比较容易吃。我不用。天哪！这里有盘子，大家这是那个，来，这是乳酪吗？好好吃哦！哎，这柠檬派很好吃哎，好吃哎，对，看见很厉害。好高级的味道。不能因为托你的福，高级的口感呢。我觉得好漂亮到舍不得把它那个蓝都好漂亮。对啊，舍不得把它。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气氛感觉起来比较舒服？吃起来了。刚刚听那个麦基讲那一段，好气哦，真的。你怎么觉得很好笑哎？是啦，好生气哦。好的，那我们就先谢谢柠檬，谢谢柠檬，也谢谢你招待，谢谢。接下来换麦基要来享受一下，太好了。好，麦基现在是你的疗愈时间了嘛？是。制作单位非常的贴心，因为知道你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冤枉钱。对，冤枉钱。哎，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为你量身定做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什么？抽红包。No， 可能比那个更好哦。我觉得抽红包哦，真的机票。哎呦，请看哇，给你的疗愈是哇。一张在手，希望无穷的刮刮乐，刮中就是你的。这是真的买的，不是自己做的吧？这没有，这是真的买的。一张被不是，一张被就是自己办的，这个不是我们制作单位自己办的，不是。他们道具组很厉害啊，可能会热潮彩券行。哇，头奖30万，然后这边是头奖60万，然后我坐在这边慢慢刮吗？所以这谁都不知道，有可能你就在这边刮中了60万，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很大，而且你就算刮中了，去兑奖的时候会不会那 QR code 又失效？已经有扫过了，已经扫过了。跟迪士尼一样，他说已经在 QR code 已经有被扫过了。对，我们制作单位不会这样，不会做这种事情啊。50块，你有50块哦。对，那就交给你了。我就在那边，就可以坐在那边刮到爽为止。好开心！哎，这个其实蛮好的，超棒的，如果中了，这个柠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比你那个甜点还更
更厉害了。这样子好像比较好。对，你慢慢刮，你们慢慢聊下一个好，苦主要讲委屈的就是熊熊了。熊熊跟我们分享一下喽，你的压力来自于哇，人事灾难年度 VIP。我跟你讲，真的应该没有人比我委屈了，因为你也知道，艺人跟经纪人就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是先遇到一个 A 钱的经纪人，然后 A 钱的经纪人是我一个助理给我发现，他说姐姐，我发现他在 A 你的钱，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助理很值得信任，因为那个经纪人他是这样，比如说他可能帮我们接工作，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你这个工作可能只有5万哦，但其实可能是8万。直接 A 3万下。然后后来也是我助理给我抓出来，所以我就很信任这个助理。反正这个经纪人 A 钱的那个，我就提告他。因为他是 A 很多，他还被我，因为他本来 A 到我的钱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说，我说你缺钱没关系，我的你可以先慢慢还，可是你还有 A 其他艺人的，我说那些艺人是我的朋友，那你要先还他们的。然后他回我说，不干你的事。天哪，整个翻脸了。对，因为他觉得他有本事 A，然后那些人没有发现，我干嘛要去淌这个浑水？所以我后来就每个艺人我都去讲，然后反正我们就告他，然后这个因为是这个助理给我抓出来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助理很棒，值得信任，很值得信任。因为原本他没有讲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然后后来那个助理就跟我说：“姐姐，其实我现在在你这边上班，其实薪水有一点入不敷出。”然后他就说：“我想说可以再多赚一点钱。”然后我看你们上节目不是常常要穿一些就是要制装嘛？他说：“因为我之前在韩国有待过，然后我在韩国就是有在做一些卖衣服什么。”他说：“那不然你给我一笔钱，你给我30万，然后我们就来做这个生意这样子。那你只需要出钱。”其他都不用做，都我来这样子，我就想说好，我就直接，而且我那时候是超级白痴，我那时候因为我有2个账户，我直接把那个账户直接给他，然后那个账户是每个月公司会汇薪水的那个账户。我的天哪！而且他那时候还说服我买了一台公司车，就那个公司车都是他在开，然后他带家人出游干嘛，所有的油钱什么全部都是我付，然后包含可能一整天的停车费，然后是后来会计师跟我讲说。后来是会计师给我发现，他说他说熊熊，我想跟你讲一下，就是你有一些费用，是没有发票的，那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可以请，因为你助理这个月请比较多这样子，然后我才看，我就问他，他就说就没有想那么多什么的，这样他就说他没回答，所以这个是离上一个经纪人，就是经纪人走了之后，他补了这个位置，补了多久之后，他变成这个样子的？我发现的时候差不多是3个月，3个月就这样啊？买了车，然后对，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先发现说，我那个经纪人 A 了钱之后，他觉得说。他好像很骗，那我也来骗看。就在他离职的时候，我打开一整个工作室的柜子，大概200-300件衣服吧，他都没有卖，然后他每天都穿新衣服，都是花我的钱买自己的衣服。对 ，Oh my god， 小赚你怎么没有分润到呢？因为我就想，因为我这个人我就想说没关系，反正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这个其实我主要是帮忙他创业，就我出钱让他创业，我每个月还是会有薪水啊。而且他那时候说30万，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花了我50万。你看没有几个，对，你没有去检查，我没有去检查，对，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你接下来就开始很信任那个会计师了哈？没有。然后后来我跟你讲，抓交替。后来一个其实他们都是同类的人，对，一个抓一个。我跟你讲，后来这个助理又被我发现，他就走了嘛。然后走了之后呢，马上又在交接了一个经纪人。我那时候有点像是抓住一个浮木，所以我就不知道干嘛，就莫名很信任他，因为我觉得他很细心。你知道他是那种看照片，他可以连那个什么发丝翘起来什么，他都可以圈出来。说我觉得你这边他是谁介绍来的？就是也是认识的人介绍的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很不错这样，然后他就大概做了2-3天，他就说熊，其实我有点想离职，我不想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薪水不够这样。我说那你要多少？他说我想要加5000。结果隔天我就说好，那我加给你。他隔天过了2天，他说熊，其实我觉得5000不够，应该要加1万。就立刻，然后我当时才2天而已，对我当时还没有发现一些不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给他加钱，我想说，因为我女儿跟我老公也可以接一点，就是团购啊什么的，我说那就当做你的保底这样。后来我给他的钱，他那时候后来跟我谈到是5000再加保底保底5000再加10%抽成。然后我女儿因为是我女儿的账号嘛，当月赚的钱，我有一次才赚2000多块，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比他还少，所以不够给他。然后我还要给他3000
节奖金、生日礼金，所以他当月还多领了1万多块，我才赚2000，我还倒赔8000。哇塞！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虽然他没有 A 钱，但他 A 资源。比如说厂商找我说，熊熊，我想要找熊熊打电音波好了。那电音波通常不是不便宜嘛，就合作。他就会说因为熊熊他对于他自己的脸比较在意，所以可能要先用我来打。然后他就跟厂商讲说，好敢讲。对，然后厂商就说，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合作。他说，我们还是希望先以熊熊为主。他说，那不瞒你说，熊熊没办法，因为就是要先我。那而且其实熊熊有其他医美的合作。然后厂商就觉得说你真笑，那你如果有，你前面干嘛这样跟我谈？问一大堆干什么？然后又不答应。对，然后所以厂商就生，这是后来厂商我有看对话记录，然后厂商就后来他们就一翻两瞪眼就没有再讲话，就过了2天，他还询问厂商说，请问你们现在打算如何处理？还呛厂商就是非常夸张。哇！然后这个经纪人当然也是走了，但是。反正就是一连着，我跟你讲，这个是接着就一个连着遇到3个对，所以你的问题很大。对，我觉得是你这种人呢，熊熊门户洞开，你太诱惑他们犯罪了。真的，因为我有个朋友，我朋友就讲说，熊熊有一个能力是把好人变坏人，真的啊！你都没有在管的话，你就会很容易让他们觉得有怎么说有机可乘。对，哇！就是我知道熊熊的心态啦，熊熊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应该要有好报。结果没有想到社会是如此。对，当好人反而因为他前面那些经纪人都有去看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里面那个人就说我要在30岁之前存到300万，那些人就觉得说那我也要。对，我的错，不好意思。好，麦基有赚到吗？怎么样？你刮的差不多，已经几乎全刮完了。还没，我刮一半而已，我刮做2300嘞。好爽！真的，他这个就是还要分我一钱。就是它下面见者有份啊，除以5啊。对，我也这样。下面2300，上面上半都还没刮完。哇，厉害，算蛮多的，蛮多的，几乎都有中奖率。而且有一半没有刮完，然后每一张卡都会2区嘛。还是你看错？没有，我都看同一区了，就是我看一部分了，另外一部分还没看。另外一部分是大奖的，真的。哇，大奖！我带过去那边继续刮。OK， 好，欢迎熊熊。OK， 熊就好好享受一下，我们制作单位为你有按摩床按摩床这个疗愈套餐，减压按摩。而且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一个很疗愈的画面。左边有熊熊享受按摩，右边麦基继续刮，哇，贪财，他刚只刮一半而已。对，他要继续刮。小馒头靠你了，好，加油啦！那我们就来欢迎最后一位，就是嘉怡，来说说你的压力吧。来，成年后。打工全用逼这可以吗？你的小孩逼用逼的，我刚刚听到柠檬的故事，我一定要介绍你给我女儿认识。为什么？对，因为呢，其实在我的女儿大概是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就离婚了。我等于从小学4年级，我就发现哇，以前把她顾太好了，她好娇哦，就是什么都帮你做好，然后就是连整理房间啊，一些很基本的家事，我开始要求她的时候，都会给我摆臭脸。对，就是觉得说这不是她应该要做的事情。对，然后好了，到了高中，我想说，哈哈，终于啊，到18岁了嘛，对不对？成年了嘛，现在都可以投票了嘛，对吗？那是不是开始可以负担你自己的生活了？我就跟他讲说，我16岁开始打工了，我就分享我所有打工的人生啊，跟他讲其实很有趣，可以认识很多朋友，钱在自己手上，你想干嘛就干嘛，想去迪士尼就去迪士尼。好，然后呢，等到18岁，我想说你这样出去了，你可以开始自己赚钱了吧？你不自己赚钱，你都不晓得钱有多难赚。对，我就跟他讲说，要自己付学费。大学学费，给他压力。对，我就开始给他压力。好，你第一天问他怎么样，你有没有去投一些履历？他说我要想一下履历怎么做。好，想了，好，想很久，逼了大概3天之后，我说那履历投了吗？他说投了啊。好，那不然就等一下好了。等了3天之后呢，有没有消息？他有没有回你？没有没有呢，然后呢？那你是不是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啊？或者是你就直接拿着你的履历，你就可以去附近的什么饮料店啊，你就可以去继续去问他说有没有人事经理，可不可以去 interview 嘛，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看到人家写真人就进去，不是吗？对啊请问一下，真人要怎么真？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你先写好履历表，对然后你看到是哪里有在争，就全部都投，全部都然后一定要主动的去问，不要等。对哦，就是要主动嘛！我跟你讲，我连去买个茶，我都问他说：“哎，你们有没有缺工读生啊？”他说：“哦，我现在缺早上这一家。”问完我喝那一家，我就问说：“哎，你们有没有缺工读生？”哎呦，妈妈爱打工，哎呀，真的不是，因为我觉得钱在你手上，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那是自由，你知道吗？来嘉怡，对啊他是不是不用打工你就给他零用钱了？以前没有，对不对？小的时候我给哦，可是我是给的很精准的，我是没有给什么，比方说他一个礼拜他规定自己，他其实律己很严，他一个礼拜说一个礼拜只喝1杯珍珠奶茶，那就是1杯，没有多余的，所以他没有， OK 他可以过没有钱的生活就是这个问题。啊，他可以烂活，他没有那么的钱的欲望，应该不见得这么说富养，但也可以烂活。对，那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是这样哎，你不给他没关系啊，反正我就回家有饭吃啊，我回家有地方住啊，滑滑手机，你又不会把我踢出去，对不对？好不容易我们家楼下开了一个甜品店，哦，我就说你现在就给我去，啊，因为就是才刚开幕，还好他们真的缺人，然后他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口角非常非常的多次，对，然后后来我就说，我就直接撂狠话，我就说，你不要以为我会存一笔钱在那里给你付学费用，如果你自己存不到这个钱，你就只能哭着去跟你阿嬷借钱，我连借都没有钱可以借你。好，他就终于去乖乖的上班。对。可是就是那整个过程是让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小朋友要。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也是大概17、18岁的时候，就是我连那个大学能不能进去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在国外，所以每一年其实花家里面钱也花不少。那你出去念书也念得哩哩啦啦，就是家里面也很担心你。然后后来我就直接跑出去，我就想说我去外面跑步这样，我去运动啊干嘛的，就不想回家，一直跑到那个就是黄昏已经夕阳西下了。然后我也不想回家，就突然我就看到那个天上的云，哎，它的云感觉起来好像有在变化，然后慢慢，你们有没有看过《Lion King》？有吗？有那个姆法萨就是那个 Simba 的那个他的爸爸，就感觉起来好像我爸爸出现在那个云里面一样，我爸爸的脸在你的看着启示，我，云的启示，云的启示，就是 Remember who you are。You are one big star 。我就坐在那个星空下，看着那个云，然后我就想说，我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我在逃什么？后来我就回家，我就开始想说，我试试看，我可不可以？我给我自己一个目标，我希望能够把进大学的时候，我希望念表演，试试看可不可以这件事情就有了一个目标。我后来考进去那个 UBC 大学你现在去查，全世界排名前30几名，哎，哇，很棒的学校，对怎么能够考进去？怎么这么说？就是 You are a star。对，没有，其实就是要有目标，有目标，我觉得就是要有目标。其实那个心只是希望他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而已，就是这么简单的妈妈的心。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嘉怡，你不要一直盯着他，我觉得一直盯着他的这件事会激发小孩的反叛之心。我觉得你大概重点式的，比如说频率降1半左右，我觉得会比较有效果。因为可能是你自己也太紧绷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让你放松一下。其实这个问题是在我身上，要来疗愈你一下，这个很重要，好不好？那你故事讲完了，那另外2位，你们的时间熊熊看起来好舒服，熊熊太舒服了吧？太舒服了吧？熊熊现在还遮起来，熊熊怎么样？盖成这样，我已经不想起来了。我跟你讲，而且现在当妈妈没有睡好，真的很需要这种疗愈的。而且小馒头那么会按，对啊。OK， 接下来是嘉怡的时间哦，有请。好 ，OK， 嘉怡已经就座了。对。但是怎么对啊，拳击手套是怎么回事？对啊，对，练拳其实是我平常消磨压力的一个。你会拳击？拳击跟跳舞，我很喜欢。那今天可能要好好来打一下哦。让你打到很开心为止，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好，直播单位有特别准备了，是的，疗愈的几位猛男出场啊！哎呦，你们要干嘛？哇塞，这个肌肉不得了啦！
们，哎呦，哎呦，嘉怡有豹纹裙子哦，好哎呦，好大哦，哎呦，哎，嘉怡脸都红了。嘉怡啊，哎呀，哇，演害羞演的蛮像的哦，啊，厉害厉害，哇 ，Oh my God， 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哇，你看这个二头肌不得了了，哇天，哇，干嘛呀？天哪，好开心哦，哇，哎呦，哇，哑铃了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哦，还可以这样玩哦，哇。阿 K， 你身体要练好一点。摸一下，摸一下，哎呀哇，跟着跳就哇，埋他胸部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真的脸红了，不行，哇，这个肌肉不得了了，什么都不行，不行，哇，腹肌靠上去，靠上去，靠上去，哇，那个腹肌，让他害羞啊！放大招，放大招，放大招了，整个炸开了，大绝，太精彩了！等一下，这是要干嘛？最后还有啊，哦，还练习啊，还有，这是什么？哎，真的有在打哎，这好特别，好特别的福利，掌声鼓励！这有如在做梦一般。真的。我感觉到嘉怡由衷的开心。对，最后就是麦基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对，他的刮刮乐到底刮中了几张？多少钱？正确答案是2400啊，2400啊！马北拜啊啦！ 2400，你这个2400对不对？对你就正式进入了我们另外一个游戏，另外一个游戏的奖金会更多啊！我们另外一个游戏是说，你要是刮中2400，你才能够进去玩另外一个游戏的。热炒店你下集看学得好快对哦！对，好不好？太好了，哎，真的，只要有压力要抒发一下。对，回去我都不逼了。啊，一定要好好放松哈。是的哎，这养精蓄锐之后再出发。对啦，委屈就通通都消散了。好，祝大家越来越健康。谢谢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三位猛男，太厉害了！哇，继续，包围他，继续包围他。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